灵犀孔雀，可惜还未成年，道行太浅了些。是吗？那先尝尝五色灵光的厉害再说吧。巨剑虽然斩在了子墨身上，但并未真斩结实，好像给什么一弹划了过去。去死！这是生死一劫，还是让我神识一阵眩晕，无法再施展了。星寒那不是说击退吗？怎么一副想要拼命灭杀子墨的样子？那口诡异飞刀若出现在我们身后，我们能否发现？迷魂术，辟邪神雷，化为一面极其霓虹小盾，死死相击。不好！爆！韩道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要问徐道友自己了。我要第一波走，我可信不过你们人类修士。这传送阵一次顶多传送2人，早出去之人万一将外边法阵破坏掉，那留在这里的人岂不要等死了？竟敢当着我的面灭杀我圣族之人，你们一个人也别想走了！让龟道友和林道友2位先传送过去，这样大家都放心。第2批狮琴道友和徐道友再传过去，我和银翅道友最后再走。快些开始吧，实则生变。混沌开天，整个风风变变，如同
通不活般，更不能死死炼成。快传送离开！咦，刚才传送进来的那人呢？传送阵失效了，无法激发了。让我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传送阵出问题了。传送阵被黑风旗的空间之力封住了，除非打破这个空间，否则我们无法传送出去的。打破空间？怎么打破？难道要我们灭了那元煞圣祖不成？我们要是有此神通，何必还要急急忙忙的离开？道友和我说又有什么用？好在此魔现在一心对付宫殿中那人，现在只是困住我们，还来不及对付我们。看看能否想出什么脱身之策。抱怨之言，道友还是免开尊口。虽然施展了空间神通，让这黑风旗威能下降，但是眼前的九真伏魔大阵已经被毁，剩下的威能也足以对付这巴陵池了。叶道友，你去将那巴陵尺给本圣祖取来。放心，有我看着，不会让龙梦道友对你出手的。怎么，道友害怕本圣祖无法保证你的安全？白虎为快，请速进皇宫正走。映月环，不对，纺织品。圣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既然叶道友不放心本圣祖，自然要给你施展下手段看看了。等脱困后，我自会给你灌注魔气，让你寿元大增。难道这点事情，道友也无法做到？黑血战！现在到电台巨大银光系统热气！七叔，你既然和这古魔圣祖勾结一起，黑血刃是本族处置叛逆的反器，就不要怪做子侄的不客气了。这件巴陵尺是叶家必得之物，若想将此物拿给那妖魔，就先把自己的命拿来吧。元煞，你驱使人类为你取宝，我也可以和人类修士联手。你的魔功在佛中灵宝下还能施展多少？就算侥幸破掉巴陵尺，不知道最后面对本妃时，魔气还能残留几分？对付你这个残魂，本圣祖还是大有把握的。再说这里有这般多灵丹妙药，耗损些魔气怕什么？灵丹妙药，老魔你想？妖魔，住手！已经迟了。罗梦前辈，这是何意？为何不救我叶家修士，
莫非先前说的联手之事只是虚言而已？就一个无用之人作甚？而且不要搞错了，本妃不是和叶家合作，只是和你联手一次罢了。就算如此，你就不怕此魔吞噬了元婴，元气尽复？吞噬元婴要用魔气炼化，反而消耗更多。看来是准备动用我那具银狼妖体的神通了，故而不惜大耗魔气。我没有说错吧，元差？不错，只凭黑风旗破掉这80尺的禁制，拖延的时间太久了，迟则生变。本圣祖必须尽快灭杀你们。几位道友这是何意？在下可没有得罪过诸位。阁下传送进来，偷偷摸摸的躲起来，若不是心怀鬼胎，就是另有所图。道友说笑了，在下贸然进来，一见如此多人，敌友未分前，自然要小心为上了。是吗？那就潜藏到妾身之旁了。道友遁术还真是神妙，若不是灵犀孔雀的五色灵光恰好扫到那里，恐怕妾身还一无所知呢。仙子误会了，那是在进入镇魔塔前，是阁下暗算的我吧？那柄血刀纵然被隐藏起来，但那股凶煞血气还是从你身上隐隐透出。韩道友可不要说笑了，什么凶煞血气，道友可不能胡乱冤枉在下。正确，不是那人的话，就死吧！道友误会，一口恐怖灵光，森寒气息，散发飞剑，击杀不说。果然是你，你这血刃是仿制魔龙刃炼制的吧？不用费心了，你的血刃就算威力再大，想要摧毁我的飞剑，还是痴心妄想。怎么，你不想杀我了？杀你？为什么要杀你？但现在你有如此大威力的宝物，我们反倒可以和你联手一次的。韩道有意思是，要想出去，只有依仗蛮力了。若是集合力量强行攻击一处的话，应该能击破此空间的。韩道友说的有理，这人的血刃威能不小，只要能离开此地，可以一试。我们条件你也听到了，联手破开此空间。离开这里后，几位不会秋后算账吧？只要不再对我们出手，谁有兴趣找你的麻烦？这倒也是。既然这样，郑某当然不会拒绝的。韩道友，何不叫那位隐身的同事出来？那位威能不小啊！几位放心，那位道友自会出手相助的。哼。风炎龙灭阵，几位道友就攻击此点吧。动手！看刚才情形，辟邪神雷也克制此障壁，莫非黑风旗也是魔宝？走！是他！
怎么，你认识这炼师？姑且算是吧。什么意思？他还是灵兽时和我有一些交情，我被封印后就再也没有见过，也不知其如何变成炼师的。这么说，他本体是灵界妖兽？不错，从灵界下来的修士灵兽修为会被限制。关于灵界的事情，你还知道多少？我们被抹去了记忆后才允许下来的。唉，我原来还从归道人口中问一些灵界事情来的，只知道是从灵界下来的，关于灵界的记忆丝毫没有。银月身份大不简单，应该对灵界有些记忆吧？不过现在可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。那元煞圣祖给我的压力实在太大，希望不要碰到。现在唯一的传送阵被隔绝了，要另想方法离开了。韩道友，你若肯相助，你和天蓝种田的过节就此化解。我被你们追杀了如此之久，没兴趣出手。我们因韩兄才到大晋的，若是我和徐仙帝陨落，你认为其余3大仙师会罢手吗？林仙子就算说的天花乱坠，在下也不会出手的。说实话，若不是2位此劫难逃，在下都想趁火打劫一回。至于那3名仙师，韩某并不介意和他们切磋一下。有傀儡和归灵配合，我就是同时和3、4名元婴后期修士周旋，也不会落下风。韩道友真是明白事理之人，我又没有对韩兄出手，他怎会中你这些小伎俩？这些妖物先前偷偷传音，早知道你们打算偷袭，我只是故意迟一步出去。万年师兄隐匿功法到神，不能让那暗红短刃吞噬精魂。徐姓青年毙命之时，就是我出手夺取紫焰之际。此等宝物还是掌握在我手中较为稳妥。韩兄，我愿将噬金虫化为成熟之体的秘诀相赠，这个条件总能打动道友了吧？噬金虫成熟体秘诀？不行，这是我们圣殿的不传之秘，怎可给外人？命都没了，还管什么不传之名？难道真想被这血刃吞噬吗？再说我们若是陨落了，木兰人就会反攻天蓝，区一个秘术和本族兴衰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你这是何意？韩某不是帮道友将林道友了救出来吗？如此说来，倒是徐某多心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对林道友如何的。倒是在下有几件事情，要先问一下道友。韩兄想威胁徐某？威胁谈不上。道友这么快就忘了刚才如何答应韩某的？你想问什么？先打发了这几个妖物再说吧。好啊，我正有此意。道友身为万妖谷副谷主，想必来此另有要事，这2人我就带走了。道友没有意见吧？道友叫韩立，是天南修士对吧？不错。难道道友想事后找在下报仇？报仇没有兴趣，仅此一次。若是下次再坏了我们万妖谷的好事，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这师兄看来还真有其他目的。现在徐兄可以回答在下的问题了吧？韩兄想问什么？听到道友口气，噬金虫化为成熟体，并非单凭自己就能进化而成的。若是等个10万年，噬金虫自然能进化到成熟体。但修士才多久寿元？你们的方法能缩短多久成熟体进化时间？足可以缩短到原来的1/3。1/3，这倒的确不枉我出手了。不过你不怕我得到此秘诀，你们更无法对付吗？就算得到我们的秘诀，
没有数千年的苦心培养，也无法成功的。而数千年后的事情，哪是你我能操心的？你说的倒也坦然。现在能交出秘术了吗？好，道友稍等，我这就将此秘诀复制在玉简中。好了，韩兄接着。徐道友，这噬金虫培育之法，不知是哪位高人创立的，竟能想到用灌注之法和天地之力，强行往灵虫体内灌注五行灵气催熟，恐怕也要花费大量心血来一次次尝试。殿中精通驱虫术的长老们，足足花费了上千年，才摸索出此可行之法。可惜虫卵稀少，无法大规模催熟此虫。好了，我救你二人出来了，你也将法诀给在下了。先前的交易就算完毕了，现在必须给你下一道禁制。可不要抱着强行驱除这痴念真雷的想法。只要道友老老实实，韩某自然不会催动此禁制的。你不杀我们，难道想凭此禁制一直操控我二人？就算是吧，只要你们乖乖听话，出了此山就各奔东西。至于这痴念真雷，3、400年就自然失效了。3、400年？好了，再次耽搁的时间也不少了，也该行动了。瞬移挡我10几丈！林道友，且慢！奇妙道兄！咦，原来是林仙子，怎也到此地来了？林仙子，两位道友是什么人？徐道友的灵琴在此，为何不见徐兄本人？两位道友，在下躯体已毁，如今仅只剩下元婴寄存在灵琴身上而已。徐兄可是后期修士，躯体怎会轻易被毁？难道这里的古魔圣族已经脱困了？那古魔圣族的确已经脱困，不过我的躯体不是被古魔所毁，而是中了万妖谷的万年师雄的暗算。万妖谷？贫道一直守在外面，难道在我之前就进入此山？不错，那头师雄比你我进入的早。化成一名人类修士，且丝毫尸气未露，否则徐某又怎会被其暗算？万妖谷有一颗迷形珠异宝，据说吞下此珠能随意变换形貌，还可以遮掩妖气、湿气等异灵气息，根本无法发现。你这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。不过服下这颗珠子，法力会大受限制的。徐兄，那师雄在偷袭你时，是不是已经现出了原形？两位道友这般一说，看来不假了。那师兄的确在偷袭我后，才现出了炼师身份。道友竟能在师红偷袭下逃出元婴，也算不幸中的大幸。只要找到合适躯体，苦修100余年，想必修为就能尽复的。现在暂时寄附灵琴体内不是长久之法，还是要尽早找到合适身体才好。这位道友面生得很，不知如何称呼？这位是归灵道友，和韩某一样，因为触动禁制被传送进此山的。触动禁制传送进来？这倒是罕见的事情，不知韩道友是何宗门修士？韩某只是一介散修，能和天魔宗七妙真人在一起，想必道兄身份也非同小可。在下冒昧问一下，两位道友是如何进入第8层的？据我所知，那边的传动阵好像因故不能激发的。贫道真是糊涂，还没介绍自己，老道太医门玄清子。我二人并未用什么传送阵，而是用破戒符强行破开这第8层的障壁进来的。破戒符？这符竟能破开空间障壁？光靠符当然不行的，还要配合秘术与本门的天阿神剑。不过贫道倒没想到，一进入此地竟又被困住了。太医门破剑符和天阿神剑的，妾身也久闻大名了，不愧为大晋正魔第一杂宗。林仙子说笑了，你们天蓝圣殿的宝物可也不少。只是恰好本门这口神剑有些破空的神通而已。对了，钱老魔在什么地方？我听玄清子道友说，这老魔也同样进入了此山。钱老魔，钱道友和我分开后就不知所踪，也许去其他地方寻宝了吧。说起来，我也没见到阴罗宗的其他人。葛道友他们被叶家偷袭陨落了，元婴都被化为了乌有。原来如此，这昆吾山还真是凶险万分。竟然有这般多修士陨落了。阴罗宗的人不在也好，省得碍手碍脚的。
几位道友将古魔圣祖之事先说一下吧。齐妙兄所说不错，不瞒几位道友，我等此行其实就是为叶家和那古魔而来，此事事关整个修仙界，还望诸位道友能配合一二。既然二位道友想知道古魔之事，就由韩某来说吧。好，韩道友既然……不好，那古魔在开启第9层的封印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！第9层封印。空间裂缝，空间裂缝。